Hello， 大家好呀！还有1个星期就要过圣诞节了，然后再过1个星期呢，就是新年了。所以我在想，我要送给和我一起上课的这些同学们一份礼物。那送什么呢？思来想去，我决定送他们一幅画，表一下心意。好的，那在画画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画画都需要什么工具。首先就是我们需要画笔，这个里面有不同的尺寸，有粗的，有细的，然后有长的，有短的。好的，我装画笔的这个瓶子呢，其实是我喝奶茶的时候剩下的，但是这么一个大玻璃杯，感觉扔掉也怪可惜的，所以我就用它来装画笔了。你们是不是奇怪之前画笔是用什么装的？之前画笔就在那儿摊着，什么也没有。然后就是我的颜料，这个是我在书店小朋友的区域找到的，我就把它买来了，还可以用起来。然后这个是水彩铅笔，彩铅，打开给你们看一下。喂，等一下。好的，里面是这个样子的，它是水溶性彩铅，也就是说你在用这个铅笔把它画完之后，你用水蘸一下，它就会出现像那个水彩画一样的形象。这个是我从中国带来的，它跟了我5年了，但是我在中国的时候也用了1年多，所以差不多是6年了。6年我还没有把这些给用完，你们可想而知，我平时是很少动这些画笔的。还有就是我的笔袋，笔袋里面有很多不同硬度的铅笔，那这些铅笔上面有写，比如说有2B、HB， 就是代表它的硬度。还有我的橡皮，这个橡皮也是从中国带来的。还有我的能看清吗？我的炫笔刀，这个也是从中国带来的。这些都是从中国带来的，都很少用，拿的时候都是一手的灰。然后就是这个画画要用的纸，这个是水彩纸，因为我要画的是像这种是水彩的画，所以如果用一般的纸的话，可能那个颜色的表现情况就不是很好，所以我会用这种专门的画水彩的纸。然后呢，我还会用一支黑色碳素笔去勾线，有的时候是黑色的，有的时候是橘色的不知道橘色的去哪儿了。总之我有2支这种颜色的笔，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把那个线条勾一下，就会让整幅画看起来更明显一点。好的，这就是所有要准备的材料了，那现在就开始画画吧。A few moments later， 噔噔，已经画好啦。那现在我们就来认识一下这些可爱的学生们吧。在这之前呢，我先要特别感谢他们这1年来，有的可能是在后面这几个月才加入的，有的是已经好几个月都和我在一起了，所以特别感谢他们的信任还有支持，让我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教中文的这件事上。好的，那第一个这是第1位同学，她是一个小公主的形象。那这位同学呢，她在上课的时候和我在交流的过程中，一开始是有一点点害羞的，或者有一点点胆怯的，就是一段话或者一句话可能要分成不同的
好几段去把它完成，因为它中间总是会有一些不确定，或者在说某一个词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的发音不好，所以他会特意停下再重复几遍那个词，那这样就让他的句子听起来有一点点破碎。但是在我们上课这几个月的时间以后，我感觉他的表达能力是有很大的提高的。最近我们还做了一个口头的报告，然后感觉他已经可以完整的把一段故事给讲下来，虽然中间还是会几句话之间会有一些停顿等等抱歉啊，几句话之间会有一些停顿等等，但是已经比他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好多了。而且他在下课，在这个做作业的过程中，还有平时也很喜欢给我分享不管是用中文分享还是用英文分享，所以我都觉得他的这个自信心是增长了很多。希望他在接下来和我上课的过程中能变得更加自信，就像一位公主一样勇敢而自信。是不是有一个关于公主的电影叫做《勇气传说》？我觉得好像，希望他能像那位公主一样。好的，然后再来看第二位，噔噔，这个学生呢，我把它画成了一个蝴蝶仙子的样子，因为她在我的心里就像一个小仙女一样，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她对很多事情的反应都是淡淡的，我们在课上的时候好像也比较少听到她开玩笑啊，还有作业的时候也是都是比较严肃的。所以我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学生反馈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去听他的意见。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人。他确实也给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比如我的电视剧学中文课程啊，还有我们的课程最近也是在改革，然后也是从他开始尝试这种新的方式啊，他都会积极的给反馈，所以特别感谢他的帮助。好的，下一位同学。如果你们看过中国的古装电视剧的话，你们就会常常看到这样的形象，就是一个英雄，他手持他的武器，长剑也好，或者是刀也好，然后仗剑天涯，那种行侠仗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学生他的中文特别好，所以他在跟我表达的时候，我就能更多的了解到他的一些内心的比较深的一些想法。我感觉他是一个充满了悲悯之心的人，对很多的事情他都充满了自己的见解，然后你能感觉到他整个人是非常的积极的，非常的想要帮助别人，非常的想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然后他也在做很多的行动，做很多的努力，同时有的时候他又会觉得有一点点悲哀，觉得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所以整体的感觉就是又丧又燃，因为对世界的热爱，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丧所以我把它画成了一个侠士的形象。下一个学生，当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部日本的动画片叫做《美少女战士》？然后这个学生呢，他以后的梦想是想做一个偶像，在舞台上闪闪发光，所以我就把它画成了一个美少女战士的形象。一个是希望他能够实现自己当偶像的梦想，第二个就是我在和他接触的过程中，有听到他提起过自己的发音有的时候会被周围的人指正说不好或者是怎样，然后他跟我说的话，我感觉可能会对他来说是一种打击，所以我希望能在我的课上能帮助他把他这些需要改进的发音改进，然后帮他提高。其实我自己感觉他的发音是很好的，因为他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一个小女孩，就是一个小朋友。小孩子学习中文的话，你们都知道，就是他们和我们成人相比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对语言的那种声调的把控肯定是要比成年人要更轻松一点的，所以他的声音在大体上就是所有的声调基本上都是很好的，只有几个可能是
他习惯了那个词的发音，而不是说他对这个声调掌握不好，所以他可能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生词，他需要特别去纠正的。那我接下来会特别的帮助他来把这个部分给攻克掉，然后同时也希望他在和别人交流的过程中能够大胆的勇敢的表达自己，不要担心那点小小的细节，那些根本不影响他的表达，他的输出。好的，也希望就是如果你的中文很好，或者如果你是中国人，或者你会中文，你能对在学习中文的人更宽容一点，对他们更包容一点。这个学生，其实只有一个学生啊，就是中间的这个学生，他的特点呢，就是他的话题还有他的表达，他的作业也好，全都是围绕着家人的，就是永远是他的太太、他的儿子、他的女儿，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特别温暖的爸爸，特别顾家的爸爸，特别好的丈夫。因为我的构图出现了问题，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把他的太太画上了，但是他非常的爱他的太太，所以这是我把它画成了一个家庭的形象。最后一个楠楠，这个也是一个小朋友，然后他呢是兴趣也非常的广泛，喜欢 cosplay 啊，喜欢打排球啊，喜欢各种的运动啊，性格也是非常的阳光活泼啊，所以我把它画成了一个就有一点点非主流的感觉。还有呢，他其实是一个初级的学生，但是他从来不害怕表达自己，就是他会想尽办法用自己知道的那些词来表达出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啊，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勇气是非常棒的，很值得所有的中文学习者学习。所以在接下来的学习过程中，我也会帮助他，和他一起把他的中文基础做好，然后让他能够更加丰富的表达自己。这就是我所有的学生了，现在我要把他们扫描进我的电脑，然后做成一份贺卡发送给他们。这是什么还记得吗？最后祝大家圣诞节快乐，新年快乐，拜拜，再见。